凭借着光电效应理论，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在量子力学领域奠定了重要的地位。但他对这一理论的哲学寓意始终深感困扰。虽然爱因斯坦由于推导出智能方程 E 等于 mc 的平方而闻名于世，但实际上他对物理学的最后巨献是一篇发表于1935年的论文。即使到80年代，这篇阐述爱因斯坦、波尔多斯基、罗森悖论及 EPR 的论文都被看成奇怪的哲学角注，如今它成为了重新理解量子物理学的重心，因为文中描述了一个现在人们称为纠缠态的奇怪现象。该论文先设想一个可产生成对粒子的圆，每个粒子有2个可测量属性，每个属性的测量都有2种出现概率相等的可能结果。假设第一个属性的测量结果是状态0或1，第二个的结果是状态 A 或 B。一个粒子的某属性被测量了一次后，无论再测量多少次这一粒子的这一属性，结果相同。这种现象的奇怪之处在于，它不仅表明一个单粒子的状态在被测量之前是不确定的，也表明测量行为本身决定了粒子的状态，而且各项测量也是互相影响的。如果测量一个粒子的第一个属性，结果是状态1，接着测量第2个属性，得到状态 A 或 B 的概率均等。但如果再回头测量第一个属性，即使它已经被测量过一次，并得到了结果1，你也将有1半几率得到状态0。所以轮流测量一个粒子的不同属性会重置原始结果，产生全新的随机的结果。如果同时观察一对粒子，结果会变得更奇怪，它们都会得到随机测量结果。但如果你把它们放在一起比较，你会发现它们总是完美的彼此相关。比如2个粒子的测量结果都是状态0，它们的关联就会一直这样保持着。它们的状态会互相纠缠，测量其中一个粒子就能准确预测另一个的状态。但量子纠缠似乎违背了爱因斯坦提出的著名的相对论，因为2个粒子之间的距离是没有限制的。如果中午时你在纽约测量一个粒子，1纳秒后你在旧金山测量另一个粒子，它们还是会得出同样的测量结果。但如果测量这一行为决定了所得的结果，那么第一个粒子就需要以光速的1300万倍的速度向第2个粒子传递某些信息，而相对论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。基于该理由，爱因斯坦驳斥这一现象为 Spookaft Phenomenon， 即远距离幽灵行为。他认为这一定是因为量子力学本身不完善，2个粒子一定有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先决状态，而量子力学太肤浅，不足以揭示该事实。而在尼尔斯·波尔的带领下，正统的量子理论支持者们坚称，量子状态确实不可确定。量子纠缠让一个粒子的状态受另一个粒子的状态的影响，即使它们相隔甚远。物理学因此陷入僵局，直至30年后，约翰·贝尔发现，要解决 EPR 争论，应当观测对2个粒子进行不同测量的情况。爱因斯坦、波尔多斯基和罗森的局域隐变量理论严格限定了得到 1A 或者 B0 这样的结果的几率，因为结果是可以被提前定义的。贝尔展示了纯粹量子方法，粒子的状态在测量前完全不可确定，有不同的限制，并预测了混合的测量结果，这些结果在粒子状态可预定时不可能存在。贝尔得出检验 EPR 理论的方法后，物理学家们照此展开了实验。从70年代的约翰·克劳泽和80年代早期的阿兰·阿斯佩开始，大量实验检验了 EPR 预测，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：量子力学是正确的。2个互相纠缠的粒子之间的不确定状态的相关性是真实存在的，且无法被任何更深层次的变量所解释。那篇 EPR 论文被证明是错的，但它是个伟大的错误。通过引导物理学家们更深入地思考量子物理的基础，该论文使得量子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完善，也推动了对相关课题的研究，比如说量子信息学。这是一个新兴的领域，具有创造出超级电脑的潜力。遗憾的是，测量结果的随机性让科幻小说里的场景无法成为现实，比如利用纠缠粒子超光速传递信息。所以就现在而言，相对论是安全的。但是量子宇宙的奇特之处远远超出爱因斯坦的想象。继续探索爱因斯坦的辉煌成就，这段视频解释了他令人难以置信的双重悖论问题。